手了，因为我们也被骗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再来一个。多谢。不客气。韦妙阁那个女弟子说的话是假的，她也被小维骗了。你是在李茂手里发现符咒的吧？没错。若真像那个女弟子所说，是求符之人将符撕毁，那符咒怎么会在李茂手里？我跟姐接了韦府之前，已经调查过那3名死者，他们死时手里都攥着姻缘符。所以，真相是中符之人私符才会受到反噬。刚刚韦青的死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也就是说，李茂是自己私符而死的。你竟然拿这种脏东西骗我！骗我！中了姻缘符的人，其心会慢慢被符中的狐媚咒侵蚀，而一旦符咒被毁，中符之人就会心痛难耐而死。只有小维知道了真相，也就是他调转了姻缘符，他想要韦青死。想抓小维的人齐聚韦府，你又设下了保护结界，再加上寒冰诅咒的关系，他不敢贸然使用法力。但他又想要弄死韦青，只能利用姻缘符当中的反噬诅咒。寒冰诅咒真正的名字叫无尽咒，所有被判无相月者，永生永世都会被无尽咒追逐。无尽咒？你不是在士林宗看过很多书吗？没听过？我有时候比较贪玩，有时候就牛嘴。无尽咒是无相月最严酷的一种惩戒手段。世人常把月光比喻为水，比喻为霜，比喻成雾，而无相月的成员便以雾、露、雪、霜、冰作为行走世间的信使。只要我们触犯惩戒，月光便会化作我们的信使，永生永世追逐我们。只要月光照得到的地方，无尽咒都能抵达，不死不休。小维的姓是冰，所以追击小维的是寒冰诅咒。一旦被追上，便会化作寒冰，粉身碎骨。那你呢？露，露水的露。我的名字叫陆无一。好听，记住了。小维只要不使用妖力，便不会被寒冰诅咒锁定。但有一种情况例外：月圆前后，月光最强，月力最盛，
就算小维不使用妖力，也会被无尽咒感应，所以，他只能藏进阴暗之所，躲避月光。哎，昨夜15，今夜16，那就是说，15的月亮16圆。我跟姐姐赶回来，就是为了欣赏今晚的月色。想必一定很美。留下来，又不说话，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你。哦，原来是在想我。我在想你，竟然还敢回来。那我要是不回来呢？不回来，我就把你抓回来。那你可得把我看紧些，弄丢了可不好找。捆起来如何？捆妖索，想再试试吗？你这手上是？这是无相月的印记。是月相。嗯。看起来像是满月，但我更喜欢叫它望月。希望的望。是望穿秋水的望。无相月的人都有吗？除了陆无依妹妹，人人都有。这个印记会生生世世伴随着我们。给。我听说无相月的人手臂上都有一个无相月的印记，为何你没有啊？因为我的月相是慧。慧？我看书上说，无相月一共有7个月相：亏、望、下弦、残、峨眉、上弦、迎。没听过还有慧这个月相。因为夜里看不见月亮的时候，那个月相就是慧，所以我没有印记。哎，是后悔的悔吗？晦涩难懂的晦，但再难懂也没关系。有一个人，他懂我。哦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你。我是说姐姐，她知道我手臂上没有月相，所以她说她送我一个。这个空心的玉珏，就像慧月一样。所以小维也有月相吗？小维自然也有。当年他为了找到恩人，在对方身上烙下了同自己一样的印记，这样哪怕恩人生死轮回，泯于人海，改换容颜，他也能凭着这个印记找到他。还记得向韦大人求姻缘符需要做什么吗？脱去衣卧，坦诚相见。所以，是为了寻找印记。时光哥哥真是聪明。那小维的月相是？亏、
亏欠的亏。窥月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我在看花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之前我好多次发现你一直盯着花发呆。你很喜欢花吗？你很喜欢花吗？他们都喜欢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，可我只喜欢花。可再美的花也会凋谢，留不住的。正是因为留不住，才更美、更珍贵，不是吗？陆姑娘，我们真的不认识吗？我们应该认识吗？你手脏了，我帮你擦擦。陆姑娘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为府之前，我们见过吗？我不记得了。陆姑娘，你心跳得很快，是不是撒谎了？我撒谎？你脸红什么呀？那你是承认了？那个时候，你也背着这个布娃娃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还玩娃娃的可不多见，想不记得你都难。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玩偶，他是我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伙伴。看来你都记得，可我对你的记忆却一直很模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送你一束没有枯萎的野花，不要再难过了。忘记我。可能是你见的漂亮女孩子太多了吧？哪有自己说自己漂亮的？漂亮，很漂亮。你不用自己说，我来说。正事儿不做，跑来这赏花玩布偶。你吓我一跳！什么时候跑过来的？你听到了多少？正事不是要等到晚上才做吗？对了，我真的有事情想请阿基帮个忙。你说。这个是小薇陷害我，引我去染房的字条。太可恶了！去看看这纸条上的字迹，有没有什么线索？你可真会差事人！你快去呀！他平时就这样，
要是整个晚上月亮都不出来的话，那我们的计划岂不是要失败了？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当家的遗体理应存放于祠堂，待打理好后事，入土为安。你们这是想干什么？诸位稍安勿躁，韦家主之死，乃妖物所害，必须驱除邪气，才能得以安息。天亮之前，所有人必须待在院子里，为韦当家净魂引渡。净魂。引渡。你们都是韦家主亲近之人，都必须待在院子里，直到天亮，仪式便能完成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寸步不离守着大家，不会有危险的。那边应该已经开始了吧？夜猎小薇，姐姐真是聪明。不过，他们几个能行吗？我们真的不去看看？你是担心他们呢，还是觉得待在这里太无聊了？又被姐姐看穿了，真没意思。我们之前已经暴露了身份，不能让小薇发现我们已经回来了。乖乖待着，别忘了，我们等在这里，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好吧，听姐姐的。我要出宫，这么急啊？我陪你去吧，小薇还没抓到，柳公子一个人，怕是有危险。我堂堂武将之后，还怕他一个狐媚之妖？你留在这里操持吧，一个大男人陪我去茅厕，简直荒唐。还是让他陪你去吧，这样大家都放心些。韦夫人也这么急啊？夜里风大，我回屋拿件斗篷。好。这无星无月的，罗管事是在看什么呢？无星无月，夜煞之时，我只是有些害怕。柳公子一直不停在抬头，不知是在看什么。想赏赏月色，可惜啊，这乌云不识去，将这月华美景都给遮住了。原来柳公子喜欢赏月，可平日里，你总是闷在屋里头，晚上从不出门。我睡得早，
月色晦暗，天黑路不好走，我还是在前面为柳公子领路，我们速聚速回。我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吴法师不服我就算了，为何还要一副吃人的表情？唉，自从表哥不在了以后，这韦府人心都散了，下人们偷懒、闲散，连这走廊上的积水都不清理。唉，仪式还未结束，罗管家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要去一趟染房。大半夜的去染房？法师有所不知，制作染料的工序繁杂，原料浸渍的时间随天气和温度而定，需不断观察。如今家主虽然不在了，但韦家的生意还是要继续的吧。偌大的韦府，这些小事还需要你亲自盯吗？近来韦府凶事频发，下人们早已人心涣散。生意要紧，就让罗管事去吧。我陪你。罗干事，辛苦了，夜里风凉，保重身体。谢谢。玉小姐呢？她说回屋拿件斗篷。我去看看。下人们偷懒、闲散，连这走廊上的积水都不清理。果然，狐狸就是爱撒谎。糟了，麒麟一个人。嘿，外袍都给人家了，你不冷吗？心暖，人就不冷。你真的有吗？有什么？心。你要是真喜欢人家，就不能只做一些送茶送水的小事，这可打动不了他。法师有话不妨直说，我一介武夫，直来直往，不喜欢话里有话，温温绕绕，容易头疼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为何不直接去为妙阁求一张符？那求福得来的爱，能叫爱吗？镜花水月罢了。纪灵法师如此聪明，还看不通透吗？既知用符咒强求的爱意都是虚假，
那你说，这维妙阁的主人，为何还要煞费苦心地做这些事呢？那你得去问维妙阁的主人了。我正在问。你这么紧张干嘛？难道你真是维妙阁的主人啊？你真是小维啊？都说罗管事是为府不可或缺之人，事事亲力亲为，连账本都事无巨细的亲自登记。身为管事，理应亲自记账。法师此言何意啊？我这里有张纸条，上面的字迹与罗管事账本上的字迹如出一辙，想给你看看。我没见过这个字条。我去布庄，拿你的账本比对过，这就是你的字迹。法师有所不知，我虽有些制布造衣的本事，但从没念过书。韦当家好心教我念书识字，送了他写的字帖给我临摹练习。要这样说，这字条上的字迹其实和韦当家的更像。下人说，韦当家死前，你是最后一个进入他房间的人。没这回事，下人看错了。狐妖，是狐妖！怎么还不出来呢？吴法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又是在干什么？跪久了，腿麻，想站起来活动。还在演？你就是。韦夫人被狐妖袭击了。难道你真的不是？我们弄错了？狐妖在染坊，丽姐和狐妖打起来了。丽姐，丽姐，真有狐妖？有，但突然就不见了。怎么可能？
想被寒冰诅咒吞噬，就别再使用妖力了，现出真身吧，柳微雪。真是柳微雪。可我刚刚一直和他在一起，难道我中了炎灵术？他不敢用炎灵术，否则寒冰诅咒早就来了。那他为何会突然使用妖力现出妖身？小薇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是如何认出我的？我们一开始误入歧途，以为小薇是个女人，否则早就抓住你了。小薇，你原本一直隐藏得很好，直到新婚之夜，忍不住使用妖力，引来了寒冰诅咒。那夜，我们所有人都看见小薇被寒冰诅咒追袭，后脚被冻伤。疼！你很聪明，利用醉酒假意崴了脚，以掩盖寒冰诅咒造成的脚伤。普通崴脚之伤几日便好，寒冰冻伤却很难恢复。方才我随你去茅厕，发现你依旧行动不便。你见我起了疑心，于是便谎称地上有积水，摔了一跤。你暴露的可不止这一点哦。妖怪画皮万千，但妖心妖性却很难改。几百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，一时半会儿确实很难改变。表少爷自小金贵，只是天蚕四段做的闯入。一个习武之人，风餐引入，沐天席地，怎么可能娇气到只用天蚕丝缎呢？那韦大人可真是奢侈，床榻上都是天蚕丝缎。嘿嘿嘿，好舒服啊！小薇自断灵尾，早已失去了嗅觉。这么远都能闻到啊！那你再闻闻吧，快去洗洗吧。那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洗个澡。玉小姐闻到的其实是武时光乾坤袋里黄釉小妖的味道。丽杰拿走了乾坤袋，武时光身上已经没有了味道，可你却还假装闻得到，继续撒谎，以掩盖你失去嗅觉的事实。小薇，你还想继续狡辩吗？盛伟，我怎么会这样？盛伟，盛伟，盛伟！玉小姐已经被你挖心而死，还在演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盛伟，盛伟，你醒醒啊，盛伟，盛伟，盛伟，不是这样的，放开我，盛伟，放开我！
人还有一口气，但他的心脏严重受创，失血过多，法医只能暂时压制住出血，但也无力回天，顶多挽留片刻。我见他被狐妖穿心，已然断气，才未停留。可现在，人竟然还活着。是你杀了他，狐妖！我跟你拼命！我想报答他，怎么可能会伤害他？他可是我找了几辈子的王生啊！哎，提前收拾好的包袱，栗子膏、平息。没想到最后真相大白，玉小姐才是王生。可是这围巾的脚底为什么会有窥月印记？那只是一道旧疤。伤疤可以被法术抹去，但吴相月的印记，生生世世无法去除。你是半个月前袭击玉生围的时候发现的吗？可是，已经迟了。我将姻缘符给了魏青，没想到，却给了我所寻之人一道催命符。我不允许生为死，所以，我去了韦府。我要彻底解决狐媚咒的反噬。可惜，狐媚咒的反噬解不了。只要爱意不绝，咒术便无解。就算杀了，也没用。可以解，只要求福之人变心即可。我明白了，你用姻缘符让韦青爱上别人，正好在你面前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——罗维。玉生为，乃无一生之交挚友。你早就知道，他其实与韦夫人是闺中密友，他会进韦府，也是因为玉生为。罗维一直想要拆散他们俩，不是因为韦家主，而是因为韦夫人。都说韦妙阁求姻缘最是灵验，我
若去求一道符，是不是你的眼里就只有我了？你暗中推动罗维去求得姻缘符，于是韦家主便对罗维动了情，他变了心，对玉生为的情感自然也就消失了，那狐媚咒也就解除了。那为何狐媚咒解除了，你还是要韦青死？因为他不愿意和申维和离，不放他自由，他该死。你竟然利用狐媚咒的反噬杀人，所以你调换了符咒。不是我，是罗维，他先我一步，偷走了姻缘符。刘表弟，在找东西？你怎么衣衫不整？腰带呢？罗管事说韦家主的腰带弄坏了，他拿去替他缝补一下。没用的。可是那些法师说，我骗了他们。这个符咒，只有中符之人才可以撕毁，别人无法毁掉这个符咒。只有韦青自己撕毁符咒，才会引发粉饰。如果你真想他死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申维的香囊也在你这里吧？如果玉生为真同你和离，家主就要成为整个洛安城的笑话。我该怎么办？这香囊怎么在你手里？我让罗维在自己和韦青的符咒上附上一层薄如蝉翼的纸，把上面的名字改成了韦青和玉生维。撕了它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你骗我！你成功了，韦青。他自己杀死了自己。那袭击玉小姐的狐妖又是谁？他没有被妖狐袭击，我在韦府内设置了保护结界，只要有任何妖邪作祟，我都能感知察觉。妖无法作乱，但人可以。罗维，你比妖厉害。1、2、3、4，这4样东西就是今夜狐妖杀人案的所有秘密啦。